新婚当晚，意外偷听到公婆说明天要给我一个下马威。次日一早，公公就提出让我把工资卡上交，遭到我严词拒绝。婆婆当即冲我破口大骂，才成为儿媳妇头天，你就闹幺蛾子是吗？咱家不养闲人，不给钱就滚。我看着偌大的婚房，忍不住笑了。就算要滚，好像也是你们滚吧。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早饭刚吃一口，婆婆瞥了眼公公，公公接到信息后就直接摔了筷子。叶枫，你要死要活娶回来的老婆，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老公前一秒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下一秒就被父亲突如其来的发难整懵了，不解地看了父亲一眼，又疑惑地看向我，你们怎么了？婆婆不耐烦地哎呀一声，当然是给我们长辈敬酒啊，你不知道也就算了，怎么你媳妇也给忘了？公公搭腔，对，为了整治这股歪风邪气，我建议你们俩每月的工资全部上交。我愣了愣，合着公婆大早上绕了这么一圈，目的是要我们的工资卡，也就是愣神的功夫，叶枫乖乖地把工资卡交了上去。我没想到老公会答应得这么爽快，哪怕桌底下我的脚都快把他踢冒烟了，也依旧无济于事。婆婆收了叶枫的钱，美滋滋的，又把目光落在我身上，意思不言而喻了。但我却淡定地倒了2杯早茶，递给叶枫一杯，自己也端着一杯，然后站起身，冲着公婆敬茶。公公脸上的笑容多了一些，婆婆也满意的点头。敬茶结束后，我直接低下头吃油条，对工资卡绝口不提。显然想通过肢体动作转移话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婆婆见我没交钱的意思，就笑眯眯问我，小月啊，叶枫都把工资卡交了，你的呢？我茫然抬头看着她，我都没工作，哪来的工资卡？婆婆脸一黑，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什么叫你没有工作？你爸怎么说也是咱们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你结婚了，他肯定补贴你啊。我忍着不悦，面无表情解释，补贴了啊，不是给叶枫找了个轻松又闲散的活吗？1个月3万的工资，每天上班就是喝茶摸摸鱼。什么叫喝茶摸鱼？公公气得把刚拾起的筷子又灌在桌子上。叶枫如果没有那个能力，你爸又怎么可能把他安排在国企高位？婆婆也附和道，就是，我儿子可是如假包换的研究生，他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没有？你爸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真本事还是得靠我儿子自己努力的好吗？听到2人的狡辩，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公公是小学老师，婆婆家庭主妇，2人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觉得大学生就很牛了，更别提研究生。可叶枫的研究生是我爸找关系从野鸡大学那儿要来的，真实力还是假水平，叶枫心里最清楚。不过这不重要，我已经成功转移了话题。公婆只要不笨，能悟出我不愿意交钱的意思，可我高估他们了。婆婆又把话题绕了回来，直接对我下命令，小月，就算没有工作，每个月的工资还是要交的。你爸那么有钱，也不差你这3瓜2枣的。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你每个月就跟叶枫一样，给我们转3万块就行。我听后被气得笑出了声，这算盘珠子打得也太好了吧！叶枫工资全上交就算了，连我这个无业游民也要交钱。如果这样，1个月就是6万，比得上公公干1年工作挣的钱。出于家教涵养，我并未直接撕破脸，只是毋庸置疑地拒绝了，我不会同意的。这时候
就要考验叶枫的周旋能力了。工作是我爸给他找的，我暂时没工作，就是有工作，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也不可能把工资交给公婆。我清楚地明白，没有钱就没有话语权。我相信叶枫肯定会坚定地很站在我这边，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叶枫竟然直接投靠了他爸妈。老婆，你别生气，爸妈也是为了我们着想，钱放在他们手里能存住，咱们自己留着就忍不住花了。至于以后想要钱，直接找我爸妈要就好了吗？我默默看着他，也不说话。叶枫见我没反应，继续说，咱家一直是我爸当家，他有管理资产的经验，以后你有花费需求，直接开口找爸要就好了。婆婆跟在后面附和，就是你们家又不缺这三瓜两枣，都组成一个家庭了，你怎么还这么见外？我忍不住失笑，我们家是不缺钱，但不缺钱就该你们的吗？一口一个为我好，那你们怎么不把钱都放在我这？昨晚我就听到你俩在客厅密谋，要新婚头一天给我个下马威。这个下马威我现在收到了，但我希望不要有下一次。说完，我转头质问叶枫，成婚之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是你跪着手指天，向我爸妈发誓保证，以后家里的钱都归我管，无论大小事务，一概都会跟我商议，还保证你爸妈不会影响我们生活。你就是这么保证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说说而已，只是想把我骗嫁到你们家？我越说越气，愤怒地瞪着叶枫。其实我做出了很多让步，就比如婚前说公婆不跟我们住，结果现在住在我婚房里，也说好了他的钱都归我管，结果公婆一句话，叶枫就乖乖把工资卡上交。如果我没有父亲这个背景，我肯定会争，但我不缺钱，所以叶枫把钱上交，我也没有反对，还选择了让步。可现实告诉我，一味的退让只能让他们更得寸进尺，更加过分贪婪。此时此刻，婆婆索性不再掩饰自己丑恶的嘴脸，一改往日和蔼长辈的形象，指着我破口大骂，才成为叶家儿媳妇头天，你就要闹幺蛾子是吗？我们家不养闲人，不交钱就滚。公公也跟在后面煽风点火，我早就看儿媳妇不顺眼，她就是被宠坏了，只怕三从四德是哪三从哪四德都不知道吧？我冷笑反问公公，是吗？那你给我说说，三从四德是何从何德？只要你说出来，我就交钱。公公瞬间哑语，是了，他一个顶天只能教3年级的低知识老师，随便一个高中毕业的人都能去教，他整天心思都在打牌上，又怎么会了解这些？莫不是看在他在学校工作多年的份上，估计早就被开了。你放肆！公公气疯了，直接端起碗朝我砸过来。他最引以为傲的说教，最后被我一个反问瞬间哑火，怎能不气？叶枫傻眼了，他不明白，明明只是关于工资卡上交的讨论，怎么就演变成新婚头天的恭喜大战？就在掺着滚烫豆浆的青瓷碗狠狠砸在我脸上时，叶枫挺身而出，替我挡下了这一击。叶枫被烫得龇牙咧嘴，却还是弯下腰拉了拉婆婆的衣袂，妈，你跟爸都少说2句吧，我跟小月今天新婚头一天，叶家的家法我会慢慢跟他说的。家法？还叶家的家法？我家这么大的家族都没有家法，他还整上家法了。看向叶枫，此时此刻只觉得他无比陌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意气风发，特别有主意，做什么事情那也是雷厉风行。可现在呢，唯唯诺诺，连他的妻子都保护不了。原先我爸妈是极力反对我跟他在一起的，但没办法，
我是恋爱脑，被他花言巧语迷了心思，最后顶着5个月大的肚子奉子成婚。我爸在得知事情真相后，甚至被气进了医院，还扬言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是我妈一直在帮我说好话，加上叶枫确实认错，态度极好，趁着父亲住院期间忙前忙后的，这才勉强消除了父亲对他的反感。没想到这才结婚第1天，叶枫就暴露出了本性。一想到他指天发誓对我爸妈说一定会照顾好我，不让我受一丁点委屈的时候，这些不过都是他的伪装而已，目的就是为了哄骗我结婚。现在想想，叶枫是县城出生，公公也只是小学低年级老师，婆婆家庭主妇，一家人生活勉勉强强。而我从小在1线城市长大，从小娇生惯养，父亲是地级市有名企业家，妈妈在法院工作，用屁股想也知道我能嫁给他们家。那时他叶枫家祖坟上冒青烟，昨天结婚，我爸光是嫁妆就碎了288万，100万豪车梅赛德斯奔驰更是甩手送了2辆，一辆粉色给我开，另一辆黑色给叶枫。就连现在住的这套临海房，也是我爸豪掷500万买给我当婚房的。而他们家呢，5金的钱都凑不出来，最后愣是用婆婆的嫁妆融了一个小金镯子。至于婚纱、婚礼、司仪、拍摄、酒席什么的，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得有100来万了。昨天我可看到公婆脸上满面春风，在亲友的羡慕目光中，一时间风光无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场豪气十足的婚礼是他叶家出钱办的呢。没想到啊，这才结婚第1天，公婆就对我闹幺蛾子了。这换谁不火大？叶枫安慰好公婆，又开始结结巴巴地劝我：媳妇，你就别跟老人家一般见识了，有什么事情回头我俩再说行吗？你还不相信吗？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得到叶枫的保证，又看到他胸口因为我挡碗而满是豆浆的样子，我忍不住心软了，决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行吧，你的钱可以上交，但我没有工作，还是那句话，我不上交。说完，我转身就准备回房间，但这时候婆婆拦住了我的去路。她的一句话彻底引燃了我的怒火。她说：工资不交可以，但结婚收的份子钱起码的交上来给我们保管吧。那么多份子钱呢？我算过了，起码有120万呢。听婆婆的话，把钱交上来，你驾驭不了那么多钱。听到这里，我气笑了。你还真是打得好算盘啊！我和叶枫结婚，你们花1分钱了吗？这随礼钱是你们也配要的吗？能不能要点脸啊？公公一听我开喷，立马扇了我一巴掌。你既然嫁到叶家，那就是我叶家的人，你的钱就是叶家的钱，不仅仅是工资、随礼钱，还有你的嫁妆，全都是叶家的。我当时就把桌子掀了，把叶枫吓傻了。没想到你们这算盘珠子都打到我家里来了，亏我还以为叶枫忠厚老实，爸妈也应该是个讲理的人，没想到你们这么无耻。婆婆看着满是狼藉的客厅，指着我气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倒是公公，他怒斥叶枫：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是吗？现在敢掀桌子，明天就敢打人。今天我就要替你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新媳妇，让她知道什么叫叶家家法。说着，公公撸起袖子做事就要打我。我冷笑一声，不退反进，你打一个试试。啪！下一秒，叶枫一巴掌就扇在了我脸上。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震惊地看着他。你打我？叶枫打完就慌了，连忙又抱住我安抚。老婆，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让你们别吵，我总不能打我爸爸。
我奋力挣脱，见他抱得紧，我气得直接一口咬在他胳膊上。叶枫吃痛，顿时松开了手。我指着他鼻子撂下狠话：到底是谁在找茬？你心里没数？叶枫，你觉得打你爹不对，难道打我就对了？他被我对的一句话说不出，却又想过来安慰我。公公这时候笑了：这是我儿子，他敢打我吗？你是叶家儿媳妇，不打你打谁？我冷冷地看着他，转身就走向玄关。叶枫连忙追上来：老婆，你去哪儿？我还没说话，婆婆就嘲讽：她还能去哪儿？回娘家告状呗。她除了有个有钱的爹，还有什么出息？我转身看向这一家子，眼底满是疑惑。叶枫，我不明白，你爸妈的底气在哪儿？是谁给的？你吗？婆婆嗤笑一声，指着我微微隆起的肚子：当然是我的好孙子给的。你都怀孕6个月了，我就不信你爸那么爱面子的人，刚结婚就让你离婚。公公也点头附和：别反抗，我们吃定你了。我踉跄后退2步，气得肺都要炸了。原来这才是他们的底气所在。原来他们以为我怀了孕，我就必须要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未免太小瞧我了。原本我只是想出去转一圈，让他们冷静一下，可如今来看，不需要了。我打开手机，开始拨号。叶枫皱着眉，看到我拨打110号码后，质问我：你报警干嘛？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我报警叫人让你们滚啊！此话一出，叶枫和他爸妈脸色都变了。只是吵架而已，你不用这么较真吧？叶枫脸色很难看，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爸妈，长辈说的话就算是错的，你也不能直接反驳，听着就好了。工资卡又不是必须要你交。我笑了，你爸妈这是要偃旗息鼓的意思吗？叶枫，你结婚前是怎么答应我的？说完，我也不跟他们继续废话，转身就走。下楼坐上车时，我忽然想看看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的。于是我刚打开扫地机器人啊，当初我买这款高价扫地机的时候，销售员特意叮嘱我，这款扫地机有捉奸功能，其实也不是什么牛逼功能，就是在身边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静默启动。没想到这一刻派上了用场，很快就传来家里实时画面：爸妈，这房子都是小月的，咱们这么对她，万一她一气之下真的离婚怎么办？公公冷笑一声：太年轻了，你见过不吵架的夫妻？婆婆说：儿子，这你就不懂了吧？女人怀了孩子以后，母爱泛滥，肯定不会轻易离婚的，先谅她一天，明天你上她家道个歉就行。看到这里，我在车里气笑了。叶枫都不敢打的包票，也不知道婆婆哪来的自信。我转头就拨通一个号码：周医生，能帮我安排打胎吗？医院打完胎休息1晚后，我一早就回到家。叶枫已经站在客厅和爸妈在聊天了，见到我默不作声进了屋。他问我：你昨晚去哪儿了？爸妈说你没在家。没什么，就去了趟医院而已。我妈竖起眉：你们俩吵架了？怎么回事？我刚要说话，叶枫连忙道歉：对不起啊妈，这个是怪我。我妈想让我把工资卡交上去，小月没同意，所以就闹了些不愉快。闻言我顿时被气得不轻，明明是你爸妈逼着我交工资卡好吗？我都没工作，哪来的工资卡？我爸闻言沉声质问叶枫：小月说的是真的吗？你爸妈什么意思？让我怀孕6个月的女儿出去找工作？叶枫在爸妈看不到的角度瞪了我一眼：你别把事情挑大，我已经说服我爸妈了。说完转头跟我爸妈说：你们误会了，我妈就是想给我们小家庭存点钱，没别的意思。如果小月不想给就不给，都听她的。说到这里，
我爸面色舒缓了一些。小峰啊，我们不在乎你钱给谁，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我们只希望你能让小月过得幸福就行，对得起她嫁给你的勇气，明白吗？叶枫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明白，明白的。爸妈都是人精，新婚第一天不和丈夫住一起，又没有回娘家，很明显是知道我受了委屈，所以中午专门留了叶枫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父亲还亲自为他倒了一杯酒，语重心长地拍了拍叶枫的肩膀：“你现在也是我的女婿了，工作的事情呢不用担心，情况合适的时候，我会安排让你往上爬一爬。你只有一个任务，好好疼我的女儿。咱们家可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明白吗？”我妈也红着眼警告他：“如果你再敢让我女儿受委屈，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叶枫尴尬地点头：“明白，放心吧，爸妈，我一定会让小月幸福的。”饭后，在爸妈目送下，我和叶枫上了车。我特意紧了紧胸前的衣领，领带下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微型摄像头。走吧，先回家。叶枫点点头，启动了车子。其实中午的时候，我就想要告诉他自己已经打了胎，并打算离婚，但考虑到父亲住过一次院，我就没敢当着面摊牌。忍受这份委屈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找机会，看看能用什么办法让父亲接受的同时，不至于再次被气进医院。想着想着，车子停在了新房小区。刚到家，一脸和蔼的公婆就已经提前开好了门，在等我们。小月回来了，快进来！婆婆一把将我拉进屋。昨天是妈太激动了，今天妈给你道歉。公公也跟在后面附和：“对，我们确实有点过分了，以后你的工资卡不用上交，你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我皱起眉，昨天他们背着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事出反常必有妖，果然，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就看到婆婆拿着我装份子钱的纸箱子，在沙发上数钱。我扭头看向叶枫：“你把我家收的份子钱给你妈了？”没了我爸妈的震慑，叶枫也露出了本性：“工资卡你都不用上交了，份子钱总要给我妈存起来吧？”婆婆笑嘻嘻地冲我说：“儿媳妇啊，咱们叶家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可不要蹬鼻子上脸。这钱我要存起来，将来给我孙子用。”我一把将钱盒子抢在怀里：“我看你就是想用这个钱去打牌吧？”婆婆和公公一样喜欢打牌。昨天在医院里，我没闲着，找人调查了2人，被惊得一身冷汗。他俩在外面欠了几十万赌债，拿着我们小家庭的钱，美名其约存起来，实际上就是拿去还赌债。这些份子钱全都是我爸妈那边的亲友给的，他们叶家人随礼的钱加起来凑1万都费劲。婆婆被抢了钱，下意识扇了一巴掌过来：“反了天是吗？连婆婆的钱都敢抢！”我看向叶枫：“中午你是怎么答应我爸妈的？又在这里装死人，真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婚是吗？”叶枫笑了：“昨天之前我还不确定你会不会跟我离婚，但是今天我确定了，你肯定不敢和我离婚。第一，我看见你爸今天还吃药了，如果你跟我离婚，把他气进医院，搞不好就撒手人寰，你妈那性子肯定会恨你。第二，你怀了我的孩子，都6个月了，打胎很伤身体，再说你也舍不得。”我咬紧牙关，直接甩出一份流产签单，拍在他脸上：“好好看着吧。”叶枫拿起流产签单一看，整个人懵了，震惊地看着我：“你真去流产了？”婆婆听后一脸的不信，抓起签单瞟了一眼后，又盯着我平坦的腹部，顿时红了眼。这贱人小肚子没了，孩子肯定打了。公公气得对我开骂：“混账！没经过我们的允许，
你敢擅自把我孙子打了？我双手抱胸冷笑。昨天我走了，你们不是自信满满的对叶枫说我不敢打胎吗？叶枫作为我老公都没这个自信，你们哪来的自信啊？叶枫踉跄着软在沙发上，看着我的眼神开始呆滞。这还没完，我反手又掏出离婚协议书，拍在桌上。叶枫，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别怪我，要怪就怪你爸妈，不知好歹。婆婆气疯了，冲过来就要打我。玄关门忽然被打开，关键时刻是我妈带着人冲了进来。我看谁敢打我女儿，婆婆的样子滑稽极了。她原本冲过来想打我的，结果看到我妈突然出现的那一刻，硬生生把准备打在我脸上的巴掌直接扇在了叶枫脸上。谁让你欺负小月的？娶了她是咱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祖坟别说冒青烟，都着火了。我叫你不珍惜，我打死你！她越说越起劲，越打也越狠。叶枫不敢还手啊，根本没有刚刚对我时候的冷漠和嚣张，一个劲的跟他妈道歉，说对不起小月等等。我默默走到妈妈身边，问妈，实时直播你都看到了吧？我妈带了4个男保镖，大手一挥，把他们3个的东西全都搬出去扔了，别在我家看着碍眼。公公刚堆出的小脸愣住了，亲家母什么意思呀？婆婆也停下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打动作，面露不解地看着我妈。我妈掐腰冷笑，还跟我在这装呢。说完，她把刚才这一家人对我的态度用手机录像放了出来。既然我女儿已经打了胎，叶枫，你就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1个月后去民政局离婚，顺便滚出去。这房子是我买给小月的。婆婆一家人傻眼了，还想解释什么？4个保镖已经冲进屋内，把他们的东西一股脑全部搬到了楼道里。我妈根本不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下了逐客令，再不滚，我可就报警了，告你们私闯民宅。叶枫知道我是认真的，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直接跪在我面前求饶。小月，我们才刚结婚啊，离婚传出去多不好听，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你好。见我还是冷漠，他扭头看向爸妈，我会把他们送回老家，以后这房子就我俩住。公婆连忙也跟着求饶，小月啊，我们知道错了，份子钱我们不要了，以后叶枫的工资卡也都交给你保管好不好？离婚可不是儿戏，不能意气用事啊，要冷静，冷静，冷静吗？在用扫地机器人看到他们背后议论我的那些事情之前，我的确试图冷静下来，劝说自己能让就让，但显然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效，唯有离婚一条路可以走。我很后悔，这一家人太能装，太能演了。如果早知道这才是他们真实面目，我肯定不会和叶枫结婚的。签字吧，就算你不签字，我跟你分居3年也能离婚。保镖可不会讲什么情面。我妈一声令下，不仅把他们的东西都丢出去了，还把他们赶出去。换了门锁后，我妈拉着我去了月嫂中心，找了最好的月嫂照顾我坐月子。傻女儿，流产也是需要坐月子的，防止落下病根。你要像妈一样，每天漂漂亮亮的，明白吗？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本以为妈知道这一切，会责怪我当初不听她的，却没想到她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想着让我尽快走出人生的低谷。怪不得我爸那么优秀，身边那么多女人对他主动投怀送抱，我爸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我妈真好，可让我万万没想到，叶枫竟然找到了我爸。接到我爸秘书电话的时候，爸爸已经被气得被送进医院急救病房。我不得不停下坐月子计划，
跟妈一起赶到医院。走廊里是叶枫一家3口，看到我后，叶枫第一时间跑过来：“小月，对不起。”我当即甩了一巴掌：“你敢把离婚的事情告诉我爸？”叶枫连忙否认：“我没有，是他突然要给我提拔工作，然后在我办公室看到离婚协议书，才被气进了医院的。你猜我会不会信你的鬼话？”婆婆立马冲上来，掐着腰指着我就骂：“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儿子好心给你爸送来医院，你就是这么感谢的？”我妈是个十分聪颖的人，可只要是关我爸，她就乱了方寸。此刻就站在病房门口落泪，我气得捶胸顿足。我封锁了离婚消息，可却忘了我爸那日吃饭时说过要提拔叶枫，给了叶枫见我爸的机会。叶枫拉着我小声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咱们不离婚，然后就跟你爸说是我犯糊涂，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我想他很快就会好的。”我一把甩开他：“做梦！叶枫还是那个叶枫。记得当初在学校，因为吃穿用度比一般人好，我遭到了同学的冷暴力，甚至还有人在背后造谣我是靠出卖身体才买的名贵衣物和化妆品的时候，有个混混趁着我单独走夜路时，把我逼到了角落，掏出200块，逼着我跟他去开房。这时候叶枫出现了，他提着棍子打跑混混就吓了我。叶枫家境一般，但他的模样很好看，慢慢我就沉溺在他的花言巧语之中，无法自拔。后来更是在大学毕业后，拒绝爸爸去国外进修的建议，陪他读了研究生。结果我考上了，他落榜了。那天叶枫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说他这辈子完了。陪他喝酒消愁的时候，我贪了几杯。再次醒来的时候，是躺在酒店的床上，躺在叶枫的怀里。我又惊又慌，叶枫紧紧抱住我，说一定会对我负责。确认关系后，我们开始谈恋爱。或许有了那一层的关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叶枫。他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也能纵容我的小性子。于是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我拒绝了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执意要嫁给叶枫。我爸一气之下住进了医院，我妈苦苦劝我把孩子打了，可我却拖着孕身，硬着挺了2个月。孩子5个月大的时候，肚子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爸没办法，只能把我嫁给叶枫。为了不让我委屈，还风风光光为我办了一场婚礼。我如此任性，如此恋爱脑，如此自私，义无反顾的勇敢，并没有换来想要的婚姻生活，反而在第1天就让我看清了叶枫的本质。一想到他们家处心积虑想吸我钱的样子，叶枫此刻说的劣质理由，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保镖把他们都赶出去，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了防止叶枫狗急跳墙故意气我爸，提前把他赶出去保险点。等了3个钟头，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好消息是父亲没什么大碍，坏消息是父亲需要长时间的住院静养。父亲静养的这半年，我一边帮他跑腿代办公司大小事务，一边像个虔诚的失措者，在他面前默默当个听话乖巧的女儿。好在有母亲在一旁吹枕边风，总算是让父亲原谅了我。不过这份原谅是有代价的，他让我嫁给他生意合作伙伴的公子，我没有勇气拒绝。经历了一次短暂失败的婚姻后，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想找到像爸妈这样一直爱到老的伴侣实在太难了。之前我就反感父母安排婚姻，加上叶枫的花言巧语，让我坚信自己选择的男人一定是最适合我的。可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和赵公子赵康宇见面的时候，我愣住了。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也是我懵懂年纪时曾爱恋的男孩。
他告诉我自己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也坦诚告诉他自己刚离婚没多久。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凑合一下，订婚、结婚一天就完成了。没有浪漫的婚礼仪式，只请了一些关系好的朋友一起吃个便饭。婚后的生活还算圆满，在外人面前他彬彬有礼，与我相敬如宾。没人时就会化身超级流氓，坏事做尽。叶枫又回来找我了，他跪在我面前祈求原谅。小月，这一次我真的说服我爸妈不插手我们的生活了，他们永远在乡下定居，我自由了，再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好吗？我先生走过来，挡在我面前，对他说：“哪儿来的乞丐？这是我夫人，小月也是你叫的。”叶枫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挽起赵康宇的手，连一句话都没跟他说，就转身离开。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小月，他起身想要追，却被我先生的司机拦在外面。关于叶枫，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原本离婚后是能保住我父亲介绍给他的那份工作的，每个月3万多的薪资，将来贷款买房，在城里立足并不难。可他错就错在又听了他爸妈的鬼话，故意趁着我爸去给他提拔工作的时候，把离婚协议给爸看了。我爸住院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和赵康宇谈恋爱，也没有忘记报复他，直接让公司把他全力做空，又逼着他去子公司干一线工作，每天变招法给他增加工作难度和强度，最终把他逼得被迫辞职。毕竟直接辞退太便宜他了，大公司都有 N+1的，我可不想白给他赔偿，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叶枫没了稳定工作，野鸡研究生的文凭，想找月薪超过1万的工作其实很难的。后来他没办法，滚回老家送外卖。听说他爸妈经常赌博，时常找他借钱，不借钱就去他工作单位闹。后来叶枫被逼得没办法，和他爸妈大吵一架后跑了，他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至于叶枫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至于我，则是一边听着老公八卦叶枫的家事，一边给孩子喂奶。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